大名鼎鼎的 Tailscale， 关于它的内容，网络上可以说是已经非常多了。今天呢，我来谈谈网络小白怎么在 Apple TV 上使用它。这自从 tvOS 17开始，Apple TV 已支持虚拟专用网 VPN。这样一来，普通小白用户无需公网，简单的图形化操作，一台极低功耗的 Apple TV 即可搭建自己的专用网络，即使在 Apple TV 关闭待机的时候也可以用。我们在 tvOS 商店找到 Tailscale 安装，首次会提示需要添加 VPN 配置，接着呢会提示你扫这个 QR code 二维码登录你的账号。如果你有的话呢，直接登录；没有就使用邮箱去注册一个，这个过程就不表了，跟着做就可以了。注册完成以后，点击 Connect 即可使用你的账号登录 Apple TV。Apple TV 上这个时候也显示成功。Tailscale 网页后台这里也会提示你可以添加其他的设备了，他们支持 Linux、Windows、macOS、iPhone、iPad、Android， 包括 Synology 群晖。这里呢，我用 iPhone 手机来安装，当然其他平台也是一样的过程。这一顿操作下来，登录同一个 Tailscale 账号，这样在客户端中就能够看到它们了。接下来就回到 Apple TV， 开始启用 Access Node， 也就是出口节点功能，使 Apple TV 当作 Tailscale 网络中其他设备访问网络的一个出口，点击 Run。接着再去到 Tailscale 网页控制后台，在你的 Apple TV 设备这里点击后面的这3个点，选择 Edit Root Settings， 也就是路由设置，勾选下面的 Use Access Node。这样就完成了 Apple TV 作为出口节点的授权设置。这样一来呢，我的 iPhone 打开 Tailscale， 它的所有流量都会经 Apple TV 这个出口节点了。如果你的 Apple TV 开启了翻墙功能，或者家里的软路由已经全屋设备覆盖，在外面你的 iPhone 也一样可以看世界了。当然 Tailscale 用处不止于此前面说了，它还可以搭建自己的专用网络，让你在任何地方随意访问家里的设备。回到 Apple TV， 这里的 Subnet Router 子网络就是它了，点击添加，系统默认会添加这个内网 IP 地址。如果你家里的内网地址网关是 192.168.1.1， 你可以直接的去使用它。它是什么意思呢？后面的这个0它表示网络的一个起始地址，也称为网络 ID， 在这个网络范围内的所有设备的 IP 地址都以这个起始地址为基础。举个例子，比如我自己的软路由的 LAN 接口 IP 是 192.168.5.1， 那么这里我就需要修改一下，把它改成 192.168.5.0， 后面不动。连接到这个路由器的设备，如电脑手机等等这些，将会获得 192.168.5.x 的 IP 地址，例如后面是 5.2、5.3 等等这些地址都是在这个网络范围内的。总的来说它表示一个私有网络范围可以容纳256个 IP 地址，其中有254个可以分配给设备。当然它也是需要在后台授权的。同样的地方打开 Settings， 勾选你设置好的 IP 地址，这样保存以后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简单粗暴。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通过配置这个子网路由， Tailscale 网络中的设备可以直接访问子网的所有设备。比如我的 iPhone 在外面就可以直接打开我的 NAS， 家里的设备无需单独的去安装 Tailscale 客户端。比如在外面看看在家里搭建好的小雅 Ambi 就非常的方便，或者直接打开你的软路由的后台等等，随意访问。这个 Subnet 子网功能用来远程办公也非常的方便，员工可以通过 Tailscale 安全的访问企业内部网络资源，而无需复杂的 VPN 配置，也可以多地点互联。不同办公地点的子网可以通过 Tailscale 实现互联和资源共享。也就是大家虽然身处世界各地也可以拉到一个房间里，非常方便不过我目前也碰到一个问题尚未解决，就是 Tailscale 俗称的打洞失败。在后台可以看到，我目前 Apple TV 是通过中转连接的，而不是直连 P2P。这样的话，外网访问速度就限制在了1兆左右。
有可能是我的 OpenWRT 设置问题，这个只能慢慢的去找原因了。当然，如果看视频的你知道如何去解决的话呢，也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一下。我相信这个问题啊，不会是我一个人。好，那么今天关于 Tailscale for Apple TV 的内容啊，就到这里了。当然，你都坚持看到了这里，一定要来个点赞、转发、订阅我的频道，3连支持，这样对我非常的重要。我是小鹏，我们下次再见，拜拜。